我本来是觉得我们各方面都很互补，很合适，但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的问题变多了？感觉你总是在感情上报复我，而且对我很不信任。我想好好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好好解决问题吗？我们也分开过，虽然已经和好了，但是这些问题一直存在，也一直是我的心结。我也想好好解决问题，但是你给我的答案总是不太合我的心意。我们之间存在太多的不信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走下去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张24岁，来自辽宁，吉他老师；小李23岁，来自辽宁，驻唱歌手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欢迎两位哈。女生在这个小片里说你们交往时间很长了，这个长是指几年呀？我们从大学开始交往，现在4年多了吧。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？我们现在属于分手的状态。哦，分手状态。这是你们第一次分手吗？已经不是了。已经不是了。对。第几次分手啊？第2次。第一次分手在什么时候啊？第一次分手在去年的时候。为啥分呢？因为那个时候，我感觉他做了一些我很不舒服的事情。哦，分手多久又复合了呢？我们分的时间不长，就是应该是18年开始，就异地恋的那会儿，我们就开始感情出现了点问题吧，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。好复杂，还有异地恋，你们从头说起好不好？那我来讲吧。听晕了都啊！来，就是我们大学是15年的时候在一块儿，然后在第3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实习嘛，分开了，然后他想回家去创业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异地恋。异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谈的分手吧，就是分了，然后又和好，然后一直。你为什么谈分手？因为异地恋嘛。异地。异地的那些问题。异地恋之后我们分手，分手之后异地又结束了，就是我们又和好了嘛，和好之后我们就又分分合合的，现在就又分了。这个异地恋有多长时间？大概有半年。就因为这个异地恋分手了是吗？对，其实中间发生过好多事情。他一开始第一次和我分手，我当时以为是异地恋嘛，可能是我长时间没找他，给我耍脾气或者生气怎样的。但是当时我也很累，因为当时我自己毕业以后想自己创业，然后想冷静冷静。其实大多数的希望他还能再联系我怎样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期间以后。
说嘛，男人嘛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们异地恋结束了，感情挺好了已经。然后他后来跟我坦白吧，属于坦白，说我们分手那段时间，他也聊了一个女生，就是当时我们吵架嘛，他跟我说他想要报复我他想要找公平。就是当时我觉得他凭什么要聊啊？就是我跟男人聊，你就要跟女生聊，就是想要公平嘛。就是我就很不理解啊。然后呢，就为这事儿又吵。然后我们感情好了一段之后，然后之后就是。更可气的是，他是驻唱嘛，然后他有一个吉他手，他们两个人居然在一起过生日，我就很不理解。我生日你过不了，你居然能陪别人过生日？我当时都跟你说了，那就是跟同事一起过生日，就是大家都在，就下班了，然后一起过生日。当天晚上他连告诉我都没有告诉我，啊，然后就又分手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吵了这一场架啊，然后就到现在。就是从那之后哈，吵架的时候他总会带着什么公平啊，我就觉得他是报复我，想气我那种。他把朋友圈就是关于我的东西都删了，然后假装自己单身，然后跟别的女生聊天，然后他就是说我要公平。我就是喜欢这样。你就喜欢？那这次是谁要来的呢？为什么要来呢？是我来的。要来干嘛呢？就是想把这些事儿翻篇儿吧，就是想好好跟他在一块儿，就是。他可能有心结吧？你感觉他的心结是在哪儿？是什么呀？就是他那个公平，我不理解的那个公平。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呢？就是我这方感觉我们挺合适的。怎么合适呢？就生活细节吧，性格啊，就做事儿啊，很互补，很合适的。其实就是他不愿意干的活我都去干，我不愿意做的事呢，他也会帮我想。比如呢？比如我一般不会按照时间来去排定一些自己的计划，他总会能给我一些计划。那你怎么就不能跟我和好呢？因为我觉得很累。他当时有找过我，我们两个这次分手以后，我们也经常联系啊。他也说过几次要和好，但是我觉得很累，因为我现在说真心话，我没有办法信任他。不信任了。对，给我的感觉就是。他有他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他连一句解释都没有，就是他无论和每一个男生在一起，不管聊什么怎么样的，他连一个解释都不告诉我。其实以前我还是蛮放心的，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嘛，其实我还很放心。但是自从发生异地恋之后吧，他突然就是说和一个别的男生聊那么多，我就觉得很不正常，我不想再有这种感觉了。听懂了，明白。说白了，男生就是不再信任，也不放心了嘛。对，可能对男生来说最难的就是这个坎儿已经过不去了，对吧？女生是想挽留一下。对，我就想真正的把这个事儿试着解决一下吧。来，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办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信任真像一张白纸，揉皱了就回不到当初的那个感觉了。其实我觉得小伙子这种心理不奇怪。我仔细听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我总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对你的爱没有那么深吧。你始终是她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是不是最爱的那个人，她其实没有完全确定，好像食之无味，弃之又可惜。你能为他做很多事儿，但是他也不确定能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你。
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那么笃定的爱你，或者没有那么坚定的要和你一直牵手走下去，这就造成了他不断的去试探，然后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，也造成了你心理上很大的阴影。我觉得他刚刚用了一个词特别重要，就是解释。我也认为，如果在爱情或者婚姻当中，当你发现有一点怀疑的时候，对方愿意解释，其实是还在乎你。当他完全不解释的时候，用沉默来敷衍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在他心里的分量你要考虑一下。尽管姑娘反复说她很希望跟你复合，但是从我的角度，我看到了你们的可能性在未来依然要分分合合。我觉得他可能没那么爱你。好，谢谢这陈老师。给你们两个人一个关键词啊，爱情是种信仰。就是为什么男生在复合之后的交往当中一直心神不定、疑神疑鬼，就是他发现他当初的那个信仰坍塌了。他曾经以为你们的爱情对他来说和对你来说，在彼此心中的分量是一样重的。比如他有10分，他觉得你也应该最少有10分。所以在我们分开的这半个月当中，我没有心情去和其他的异性进行聊天，但我突然发现你居然有这样的行为，我曾经的信仰坍塌了。所以日后的所有交往，他都在找证据。这种证据是什么？就是证明我的这个信仰真的塌了。所以在所有复合的过程当中，男生的感情值是往下走的，而女生的感情值是往上走的。这又造成了为什么今天两个人站在这儿，女生要求复合，男生算了吧，因为他已经归到0了，你还存在希望。我觉得有一段话特别适合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感情，就像说我们扎头发，1圈太松，2圈太紧。洗澡，往左水会热死，往右水会凉死。就像你们的感情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所以就此为止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张大老师。男生一直在追求在感情当中的公平，感情有公平吗？肯定没有。感情只有对等，而且是相对对等，不是你付出10分，他给你10分，也做不到。最好的感情是什么呢？都认为对方爱自己比自己爱对方要多那么几分。你想想看，你觉得他爱你比你爱他多一些吗？没有，很显然没有。因此你才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说我要报复，这是我的心结。你一直认为你爱他更多，即使第1次分手你还觉得那只是吵架，那只是你在闹别扭，其实人家已经觉得我们已经了结了。而换成女生呢，女生其实还是蛮能快进快出的对这份感情是控制自如。你想想看，你真的是全身心的爱这个男生吗？不尽然。我不知道分手之后的那次生日是你邀请的他，还是他主动要给你过的生日就是因为每年过生日我们都在一块儿嘛，然后因为当时微信也都有，就聊到过生日这个话题了，当时也不是很僵的关系，然后很自然的他来找我了，我们一起过的生日。他来找你，你认为很自然，但是他其实心里是想跟你复合的这种初衷，而你觉得我们不是特别僵，每次又能一起过生日，这很好，很自然的一件事儿。同样，以前经历了异地恋，其实是让你们分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人为做成了一个一时恋，你一定要选择那份跟他工作时间不吻合的那份工作，而且觉得我告诉你就行了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。请问你觉得你是爱他多一些，还是他爱你多一点呢？你心中有答案的。尤其还有这次复合，也同样是你不要那么报复我了，咱们和好吧，过去就算了吧，能算了吗？他的心结在那儿，心结真正是什么？你解开了吗？解开这心结的只有你，不是我们。但是解开他的心结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是真心爱他。如果不是，类似问题还会出现。你要真真正正的明白自己爱谁，什么样的爱情才是对等的。男生，别追求这个虚无缥缈的公平了，不存在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齐总。爱
爱情中的公平是因为彼此珍惜，想对方所想；爱情中的失衡是因为只爱自己，希望对方想自己所想。所以你们的爱情究竟是公平对等的，还是失衡崩塌的？你们一一对应。我觉得男生所谓一直需要公平，甚至用报复去惩罚你不能接受的女方的样子，其实还是更多来源于你自己内心的脆弱。你用这种脆弱的状态，采用报复的手段，希望唤醒一个和你对爱情观念截然不同的人，那如同想要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你需要的爱情是无比的深刻紧密，和我一样。我虽然说和你分手了，但我和你好了3、4年，所以我3、4个月都没有心情跟别人聊天，这是你的需要。他的需要是，既然我们分手了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我跟人聊天也好，不聊天也好，那是我的需要。没有人在爱情中是一样的，没有人能像你想象的那样成为你的爱人。男生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他哦，你爱的是自己的感受。我希望这个人像我一样，愿意为了对方放弃工作，结束异地，愿意为了对方不去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不去驻唱，做一个白天上班的上班族。那是你要的，不是他要的呀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想他所想啊。他的理想职业，他的梦想就是去做驻唱，就是要晚上上班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其实可以。你不可以啊！你因为这个觉得我只要一刻见不到他，他是不是就跟别的男生聊天了？我无力承受。你无力承受的不是因为你爱他，你无力承受的是因为你不够爱他。所以现在分了吗？女生其实你也一样，你为什么能够几次分手几次复合？其实就像周全老师说的，你也不足够爱他，所以你也不会想他所想。你知道他是一个希望紧密深刻爱情的人，在爱情中会有不安全感的人，但你不愿意成全他，想他所想，做成他想要的样子，你也做不到。其实没有对错，只有适合与不适合。女生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希望轻松有空间状态的人，对吗？我爱你，但是我要有自己的空间。你需要的轻松和空间没有错，他需要的紧密和深刻可能也无可厚非，但是两个人不合适。也许你们之间有爱，但是这种爱支撑不了长相守。所以不如把这份曾经有过的美好，曾经有过的眷恋放在心底，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，去寻找适合自己的，去寻找让自己舒适的情感状态，才能做到不会分分合合，长相守下去。希望你们都能各自幸福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我想起一首歌，但是我觉得歌名最适合，送给你们俩特别好。这首歌叫《寂寞难耐》，其实都是因为寂寞点燃了你们热情。你们两个谁都没有办法单独的跟自己对话和相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系列的事情。男生，你想啊，你自己去创业的时候，你的关注点是除了创业还有女朋友。当这个女生已经说分手，你觉得不适合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独自相处。我还要去找他们。女生的寂寞可能更直观一些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在一起是因为寂寞，真的，你不用摇头，事实其实已经摆在那儿。你是摇头吗？问你3个问题嘛。第一个问题，不谈恋爱能不能活着？能。能不能很好的活着？能。不能。你们俩分手没多久，你就跟另外一个男生在聊啊，你聊人生，我不是说那是恋爱啊，就你会发现你没有沉淀你的生活。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样，我这个没有对错的啊。太难受了，我3年的男朋友离开我了，我应该怎么办啊？你的选择是与人倾诉。寂寞吗？你的选择就更奇怪了吗？不行啊，我就得去找你啊。你沉淀过吗？为什么这个女生在我离开半年之后就提出分手？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深度的考虑一下我创业和我情感之间的平衡？都没考虑过吗？反正就是热情一来，冲动，爱了，冲动，创业了。
创业不行了，还是冲动的去爱，爱了以后发现不行，你怎么还会有别人？我们俩就闹吧。在我看来，这全是因为寂寞。我只是担心啊，我跟周老师那个担心是一样的。你就特别害怕说，两个人就是这种状态嘛，分了合，合了分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我们的朋友里，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朋友，就两个人只要在一起，如火般的热情，一分开，要了命了。没几天又打在一起了，就老是这样，然后你会发现他的生命被消耗得一塌糊涂。女生记住啊，我只是提醒一下你，覆水难收。男生我也提醒一下你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放大了，其实没那么糟糕。再开始是他还是别人，要信任。如果失去了信任，就别再开始了，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太难受了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十秒。就是听了几个老师的点评之后吧，我觉得感情这个事儿真的很复杂。我感觉我好像只为我自己，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，可能是很少站在他的角度吧。就是如果我们之后还会能和好的话，我希望就是我尽量去多听一些他的想法啦，还有就是我也希望他心结打开吧，就是这样。其实这个结束也算是开始。如果再相识的话，希望都能彼此有一些信任。谢谢两位啊。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说听了老师们的这个话，她觉得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。爱其实最简单，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，哪怕是我多看了一眼，不就爱了吗？多简单呀！其实真的到了日子里的时候，你完全在靠感觉行事，爱只要由心而发就好了。我欣赏他说的一句话，有的时候也许结束是个开始。什么是结束啊？我从此以后不再追究了，那也是新的开始了。我们再牵手也是开始，我们真的分开也是开始。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，至少你今天听到了女孩的心声，女生也知道了男生的心态，我觉得就好了嘛。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。好了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还是那句话嘛，您别把它想复杂了。爱其实就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知，让对方感觉到，对方感觉到给你的信号，那不就是相爱了吗？对方感觉到了跟你说对不起，那不就是不爱了吗？